结束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互不打扰，各自安好。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梳理。生命中有些人注定成为过客，互不打扰，安静离开，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不必难过，也不必惋惜，我们从此走在各自的道路上，只需在心底道一声一路珍重。其实成年人的绝交都是静悄悄的，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你来我开心，你走我恭送，不喧嚣，不张扬，不勉强，不依赖，云淡风轻地退出各自的人生。苦苦追问不如静静退场。网上有一个问题，一个人不回复你消息，是不是就不应该再给他发了？高赞回答一针见血，不开的门一直敲是不礼貌的，不回复本身就是一种回复。一段关系中，沉默往往代表着结束。网友小慧讲过一个故事，她和发小的关系曾亲如姐妹，两人每天一起上学、放学、玩耍，陪伴对方走过青葱岁月。大学毕业后，发小留在老家结婚生子，他则独自跑到上海打拼。起初他们还会常常联系，互诉衷肠。可自从他转入新部门，领导不待见他，同事也排挤他，丢给他一大堆杂活，经常加班到凌晨。筋疲力尽的他根本无暇顾及发小。发小跟他念叨家长里短时，他总是不耐烦地敷衍几句，甚至找借口挂断电话。久而久之，发小便不再联系他，朋友圈也没了互动。后来他从别人口中得知发小已经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他赶紧给发小发消息，问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对方却迟迟没有回复。原来在他有意无意的疏远中，这段关系早已走到了尽头。就像一条网易云评论中所说，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也许从某天开始，你不理会我分享的快乐，我也不再倾听你吐露的烦恼。你喜欢的事物我不了解，我关注的话题你也没兴趣。你认识了新的朋友，我也结交了新的知己。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彼此心里清楚，所处的圈子不同了，只能在殊途中渐行渐远。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分别又不断遇见的过程，有些记忆迟早会褪色，有些关系已回不到过去。苦苦追问下去，得到的也不过是敷衍或欺骗。缘分天定，聚散无常，不如顺其自然的静静退场，让所有故事圆满落幕。拼命纠缠不如体面告别。作家张小娴说，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多情，而是偏执的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属于你的东西强求不来，不适合你的关系强留不住。人心变了，感情没了，越纠缠就越狼狈不堪。不如洒脱放下，给自己留一份尊严和体面。路遥的小说《人生》中，农村姑娘刘巧珍爱上了知识青年高加林。为了接近对方，她放下了传统女性的矜持，也不在意旁人的流言蜚语。她看到他去集市上卖馍无人问津，就自己偷偷出钱买了下来。她一天换好几件衣服，打扮得清爽干净，只为引起他的注意。她还不顾村里人的指指点点，大胆接受邀请，和他同乘自行车进城。高加林被他的热情打动，信誓旦旦地承诺给他一个未来。但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高加林托亲戚的关系，进县城当上了记者。他开始嫌弃巧珍粗俗无知，爱上了有文化、有涵养的老同学黄亚萍。当他和巧珍提出分手时，本以为巧珍会大哭大闹，为难自己。但巧珍明白，他的心已经不在了，死缠烂打只会让自己难堪。他忍下不舍，咽下痛苦，果断地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连头也不回。有句歌词唱得好，挥别错的，
才能和对的人相逢。和高加林分手后，巧珍遇见了深爱自己的马栓，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三毛说过，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十指相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我过去怎么失手，都会拥有。感情若不是双向奔赴，再怎么纠缠和挽留，都是一场徒劳。用付出捆绑对方，以执念困住自己，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枯木难逢春，破镜难重圆。适时放手，及时止损，才能告别伤痛的过去，迎来崭新的开始。三，百般打扰，不如各自安好。一次，苏有朋参加某综艺节目时，提到了小虎队成员，他还在社交平台上喊话前队友，要找时间一起吃个饭。久未露面的陈志朋热情地回应了他。后来，记者询问陈志朋能不能看到三人再度合体，他却予以否认。他说，回应只是出于礼貌，私下几乎不见面也不联系。这个稍显落寞的回答，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多年前，他们曾是亲密无间的兄弟，荣誉与共的伙伴。随着小虎队人气下滑，吴奇隆转战商场，苏有朋投身影视，只有陈志朋的事业一蹶不振。但无论台前幕后，陈志朋从未主动打扰过两位旧友，彼此已不再同路，与其扰乱对方的平静，不如默默地保持距离。朋友如此，爱人亦是。真正成熟的人会在相聚时用力珍惜，在分开后坦然释怀。朋友阿南和前男友谈了6年校园恋爱，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后来阿南决定去大城市闯荡，男友留在老家工作，两人因异地而分手。几年过去，对方谈了恋爱，他则一直单身。害怕彼此碰面会尴尬，他从不肯去参加同学聚会，担心给他造成困扰，他从不向熟人打听他的任何消息。明明有共同的好友和重合的圈子，两人却始终没有任何交集。结束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各自安好。人生似乎总是充满了遗憾，牵过的手会松开，爱过的人会走散，但迎来送往本就是世间常态。我们注定会遇见很多人，有人可以陪你到最后，有人只能教会你成长。就像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中所说，很多时候该放手的终须放手，该面对的终须面对。爱或不爱，相守或分离，都是彼此的宿命。对方的世界早已容不下你，你的喜怒哀乐也与对方无关。不打扰是对别人的温柔，也是对自己的宽容。听过这样一段话，世间的每一段关系都和食物一样，有生产日期，有变质日期。当你得到它时，你应该为它的新鲜而高兴；当你失去它时，你应该为它的尽力而坦然。有幸结伴一程，那就真心相待；不得已要分开，那就体面别过。放下会让你前行的步伐变得轻盈，珍惜则让你这一路不再孤单。人终究要往前看，余生愿你学着放下远去的情，试着珍惜身边的人，感恩所有遇见，释怀一切遗憾，才能有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人生在世纪10年，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送你一颗子弹里写道，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喷嚏而已。的确如此，有的人会在你的生命里生根发芽，有的人只不过在你的生命里草草了事。人和人如何相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讨的功课。但是请你记住，不管相处的如何，都不要试图高估关系，更不要轻易试探人心。人与人之间，关系莫高估。在书上看过一句话，人生99%的烦恼来源于你高估了他人对你的在乎。我想，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高估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你以为自己在别人心里很重要，可对别人来说，你可有可无。你以为你是别人心里的朱砂痣，怎么都无法抹去，其实你只是头皮屑，轻轻一拍便消失无踪。小的时候，以为跟自己认识的人都是生命中重要的人，
他们的什么事都跟自己有关。长大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心里能真正顾及到的，除了自己家人和几个亲朋好友，很多人都是过客而已。是啊，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始终会留在自己身边的人却寥寥无几。那些我们以为不会分开的关系，却在各种因素下渐渐少了联系，甚至没了联系，到头来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一直在你身边。除了亲人，每一段关系都可能有终止的一天，像友情、爱情，这都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关系，没有血缘，没有亲属的关系，都可能因为人的情感变化而改变。其实，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可过分解读你在他人心中的地位，更不可高估你与他们的关系。不是每一场觥筹交错都能换来肝胆相照，不是每一次推心置腹都能收获知己之交，不是每一回掏心掏肺都能赢得深情厚谊。与其失落伤感意难平，不若把真心留给自己，留给更值得的人。人心如太阳，勿直视试探。黄磊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人都是从最开始全都是真的，到慢慢觉得都是假的，然后才开始发现有真有假，到最后的不在乎真假。这世间万物，真亦假，实假亦真。生活的起落太善变，人心的冷暖太复杂，经历的多了，你就会变得什么都能坦然接受，也变得什么都无法再相信。其实世间大多数失望，都是因为过分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有时让你受伤的，并非是对方欺骗了你什么，而是你心存的幻想。不品人间酒，不知其中醉；不见世间情，不知其中泪；不经沧桑苦，不知其中味。这世上有两种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前者伤眼，后者伤心。不必过于在意人与人之间一些表面的情绪，至交之人不需要，泛交之人用不着。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攒出来的，钱是，好感是，失望也是，100度的水都能凉，何况是37度的人心呢？你在意的越多，遇到的麻烦就越多。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反倒活得轻松自在。人生所有的努力，无非就两种结果，见效或者见效。你只需做好遇见前者的准备，和做好遇见后者的从容。一辈子那么长，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不用怀疑那一刻的真诚；不爱你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你。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质疑了，或许在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变质了。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人心善变，活得单纯一点没什么不好，什么都不要去深究，生活就应该学会该理性的时候理性，该感性的时候感性。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人心不可视，人性不可估。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看清就好，不必揭穿。事想太多会失望，人看太轻会心凉。人心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经不起直视，也经不起试探。当你决定去试探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要满盘皆输。当你试探的越深，心往往会越寒，因为人性往往比你想象的更不堪一击。台湾作家刘墉曾经说过，如果你同时养了猫和鱼，猫吃了鱼，你除了责备猫，还应该责备自己，是你把猫和鱼养在了一起。同样的道理，你明明知道人性的弱点，知道人心试探不得，却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去试探，那么吃亏的时候，请记得要检讨自己。不去试探人心，给别人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后路。人与人相处，贵在懂分寸。三毛说，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一生隔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奇妙，走得太近会伤害，走得太远会疏离，只有不远不近才能恰到好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要轻易与人产生依赖，拿捏好分寸才是做人最好的尺度。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录片，森林里有10几只刺猬冻得直发抖，为了取暖，它们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却因为忍受不了彼此的长刺，很快就各自跑开了。可天气实在太冷了，
他们又再次想靠在一起取暖，然而靠在一起时的刺痛使他们不得不再度分开。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分了又聚，聚了又分，小刺猬们不断在受冻与受刺两种痛苦之间挣扎。最后他们终于找出了一个适中的距离，既可以互相取暖，又不至于被彼此刺伤。人和人的相处也是如此，当亲密程度达到了一个合适的度，就不要再深入了。富兰克林有句话说，鱼放3天发臭，客住3天讨嫌。就算彼此再熟，也不能失了分寸，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做朋友的底线。很多人在为人处事中就像装了水的气球，只要别人轻轻戳一下，就一股脑儿倒出所有的自己。其实懂得分寸感的人并不会轻易向所有人袒露心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秘密很珍贵，把握与人交往的分寸是对自己的负责。更何况有些心事只能说给懂的人听。有些人遇见就好。山河故人中有句经典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时间就像一把筛子，不停帮你过滤掉那些错的人，最后陪伴在你身边的一定都是那些弥足珍贵的人。想在关系里好好的活着，必须要保持健康的自私。什么是健康的自私？在亲密关系中，不健康的自私就是要么是我的需求，要么是你的需求。只看到我的需求的自私是只看到自己需求，看不到对方需求。只看到你的需求的自私是只看到对方的需求，看不到自己的需求。要么在过度自卑里感动自己，要么在过度自大里无视他人，这都是不健康的。而在关系里的健康的自私是能在关系中看到我们的需求。所谓我们的需求包括了3个方面。第一个也是关系里最重要的，我和你之间共同的需求。很多人之所以在关系里体验不到快乐，就是因为无视了我们这个概念。无视我们的需求，结果就是要么忍，要么死，忍受对方的无理需求，直到关系的死亡。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在亲密的关系也终有分离的时候。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亲密关系更像是一种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到那里的旅程。个体和关系的区别是，关系是多个个体共同拥有的。越是过度强调对方的需求，就越是无视关系里我们的需求。第二个，次一级重要的，我的需求。在关系里，如果自己体验到的是清爽愉快的，这说明自己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如果自己体验是痛苦的，那说明这个关系里至少 51% 是错误的。第三个，再次一级，你的需求。在自己清爽愉快的基础上，对方也感受到了清爽愉快，这个关系就是好的，彼此都是正向的状态。有一种言论很害人，就是爱情里的鸡汤文。害人的原因是用爱情道德绑架他人，这种言论强迫人必须在爱情里要有一种毫无理智的利他，又强迫他人在这种混沌的自我献祭中获得痛苦的快乐。这种爱情鸡汤最邪恶的地方就是宣扬献祭自己是通往爱情的唯一通路，它遮蔽了人们的双眼，让人不敢去面对爱情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把一切交给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席慕容说，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那美丽的邂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人注定只是生命中的过客，筛子上面那些掉不下来的人，会和你共同构筑生命的美好。既然如此，不必刻意讨好不喜欢你的人，想走的人不必刻意挽留，你的好无需过多解释，懂你的人自然会懂。和人相处不必处心积虑，顺其自然就好。真心不一定能够换来真心，如果没有，记得好好爱自己。与其期盼他人的回应，不如趁早打造自己。你若无枝可依，不妨自行构建可以避雨的屋檐。很多时候，靠人不如靠己。人生有很多路要自己一个人走，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倘若遇到至暗时刻，熬过去就会迎来柳暗花明。时间是最好的疗愈者。那些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
最终也许只会成为记忆中的一部分。我们逐渐学会了在相聚时珍惜彼此，在分开后坦然释怀。成年人的告别无需大张旗鼓，也无需撕心裂肺，默默疏远，安静离开便是最好的选择。有时结束一段关系并不代表失败，而是给自己和对方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聚散无常，缘来缘去皆是常态。与其苦苦追问，不如静静退场；与其拼命纠缠，不如体面告别。每一次放手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你我在今后的岁月里都能遇见值得珍惜的人，放下远去的情感，珍惜眼前的幸福。愿所有的相遇都有美好的回忆，所有的离别都能心怀感恩。愿你我都能在这繁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与温暖。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